直播，敬请关注。是故乡吗？还是远方？在不曾抵达的风景里，百年一瞬，终与您重逢。由平安旅程携手盘打 TV 37隆重推出的旅游类专题栏目《平安伴你去旅游》，带你上天入地，下海观山，了解旅游的方方面面。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半，盘打 TV 37 FM 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 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大家好，我是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鼠年大吉。燕遛狗呢？别提了，这不知谁没收狗屎，踩了一脚，恶心死了。不收狗屎，如果被投诉，可是要被罚款的。再说了，这也是公民的基本素养啊！记得关爱环境，照顾他人，遛狗一定要当个好的铲屎官。新中传媒，新西兰唯一涵盖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及新媒体的中文全媒体传播集团，以专业态度缔造传媒行业影响力，以全媒体思维整合纸媒、电台、杂志、新媒体等传播平台，全力为新西兰、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新西兰全媒体一站式推广，唯有新中传媒。广播那儿听，还有吗？有吗？有啦，吓唬人。早上的7点10分啊，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潘塔 TV 37和 FM 90.6正在为您这个并机直播的《朝闻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大家早上好，我是侯磊。今天早上啊，就是在刚刚开机的30秒的时间，一片的混乱。一会儿我们麦没有声了，然后片头又播了2遍了，这是全部就进入到放假的状态，你知道？对，大家就是一片说，好像今天30儿。对，就是人在岗位上，但是心和灵魂早已飞到了餐桌上的那个感觉啊。对，而且今年非常巧的就是大年30正好赶到了星期五，所以说呢，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可以在这边呢跟大家来共同度过大年30的早晨，对吧？我们一起来辞个旧。等到我们节目再回来的时候，小长假期回来，星期2就已经是初1、初2、初3、初4，对。初1、初2、初3，初3啊，初3，大家也知道我的数学的这个问题啊。好了，那回来的时候呢，就是鼠年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在这边先代表的我们的节目组，也代表整个 Panda TV 37和 FM 90.6呢，是祝大家新春快乐。新的一年呢，我觉得我昨天就在说想要祝福大家什么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觉得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应该就是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对吧？还有就是，我觉得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吧，我今天早上开车的时候还在想，我说新的一年应该为自己有点什么样的祝福。最后我想，希望自己在新一年或者旧的一年给自己定下的目标都能够实现。而且我发现现在大家在定目标这件事情上变得更加的现实，对，很实际，对。就以前说什么，比如说我要减肥。这种话听起来就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嘛。现在基本很少有人定这样的目标，或者是说比较具体的，我要什么1周
或者是每个月瘦多少斤，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给自己一个动力。所以呢，我是这个第一，一定要是祝大家是身体健康。第二呢，我是希望所有的无论是我们听众观众，还是并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无灾无难。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尤其是最近几年当中，大家经历的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还是我们周围其他的这种乱象太多，所以我觉得无灾无难真的应该加入大家去祝福啊，或者是这种恭贺啊等等各个方面当中去。所以第二个祝大家无灾无难，第三个希望大家都能够实现自己一年赚10个亿的小目标，好吧？好了，时间关系啊，7点33分了。今天早上当然也会跟大家来更新很多的新闻内容，不过在此之前，还是按照惯例，我们先来看一看现在这个时间段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的路况怎么样了呢？今天是大年30，但是并不代表着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去上班，因为新西兰并不放假，所以说呢，可以看到早上的交通一大早就出现了非常拥堵的状况。可能有很多朋友是想说，星期五早点去，可以早点回家。对，所以这一大早就很堵了。首先我们再看啊，这个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基本上过了 Eastern Market 之后，就已经出现了车多甚至拥堵的情况。最拥堵的路段呢，主要是集中在 Mount Wellington 经过 Ellerslie 到 Greenland，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长段的红色交通拥堵。而且上高速的口啊，比如说像这个，这是哪条路啊？就是上Mount Wellington高速的那条口，现在已经堵成了黑色大塞车，所以说呢，大家走这条路的朋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其余的路段，高速上现在暂时还没有黑色大塞车，但是整条基本上中间这一段全部都是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Greenland 之后呢，是恢复黄色车多，也是一直车多到过了 Cabot Pass Road 之后，然后呢再往市中心就恢复畅通了。再来看16号，16号今天前半段应该是出现车祸。如果从这个路况图上来看啊，基本上是在过了 Te Atatu 的这一块高速上是出现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导致呢现在拥堵的路段基本上是从 Westgate 这个口就开始，经过 Lincoln 一路到 Te Atatu 全线在拥堵，甚至个别的地方堵成了黑色大塞车，尤其是 Te Atatu 上高速的口，全线黑色大塞车，而且呢很长的一段路都是在黑色大塞车的过程当中的，所以大家如果要走这段路的啊，可以绕行一下，或者是呢看看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些什么其他的方法，等一等，比如说让他把这个事故清理完了之后再走。那么过了 Te Atatu 之后呢，是短暂恢复了畅通，一路可以畅通到差不多到 Great North Road， 然后从 Great North Road 开始呢，经过 St. Luke's 这一段又是出现了红色交通拥堵，然后过了 St. Luke's 之后再往市中心，现在大部分是黄色车多的一个路况。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岸，来给我放一下录音。从 Albany Express Highway 一路堵到了 Eastman Road， 全线红色交通拥堵，极个别的有一点点黑色大塞车，但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到 Oniwa 也是黄色车多，基本上过了 Oniwa 之后就恢复畅通了。除此之外就是市中心往北岸走，现在大桥上稍微有一点点黄色车多，但情况也不严重，所以说呢也不用特别的去留意。好了，路况基本上就是这样了。路况信息呢是由 Honda 赞助播出的。那么接着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新闻的内容。那么在我们说具体的新闻之前呢，还是快速浏览一下今天的新闻早知道。首先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关注这个肺炎相关的一个信息。首先呢，今天早上看到的，应该说是昨天晚上，有很多的朋友已经注意到了，黄冈和鄂州呢2个城市也封城了，所以现在在全中国总共有3个城市，当然都是在湖北省，所以就是长沙、黄冈和鄂州。那么全国范围内确诊的人数现在也已经是超过了600人，所以我们看到具体消息也会再来跟大家更新的啊。对，同时呢，我们也会了解到新西兰方面的新闻，奥克兰一居民应门后被枪杀，而且呢，这已经是这个社区的第2起这样子的枪击案了，所以我们待会儿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也是跟黑帮相关的，所以最近这个黑帮的事件啊，真的是让人不省心，所以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还有呢，昨天算是一条久违了的政治方面的新闻，因为我们的国会还没开会，所以呢好不容易看到了一条总理出来说话的新闻。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今年不是大选年嘛，所以呢昨天总理呢是宣布了一个意向，或者是说呢大选当中工党将会走的一个方向。总结来看就是要透明、
公开，而且它也是正式启用，会用 Facebook 的广告透明工具。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 Facebook 的广告透明工具有没有点了解？最近还挺火热的。我们来看看这又跟政党有什么样的关系啊？一会儿在新西兰新闻再来跟大家说。同样呢，我们也会了解到新西兰方面交通部长也是许诺说，2030年前呢可以建成机场的轻轨。昨天我们才说，昨天说的是建什么来？哦，昨天是说那个让大家忍一忍，因为这是为了光明的未来嘛。对。然后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他又接受采访的时候又承诺了轻轨。我们来看看2030年我们到底能不能够真的坐上轻轨呢？再来跟大家说。还有呢，在国际新闻当中是今天早上刚刚听到的，也是今天早上新西兰时间今天早上刚刚发生的，特斯拉市值超过了1000亿美金，所以也是在今天早上正式超越了 Volkswagen，成为全世界第2大汽车的生产商。那么特朗普呢，也是因为这件事还盛赞了马斯克是个天才，甚至他说他是现代的爱迪生。一会儿我们来看看这条新闻怎么回事啊。还有，那么当然也要再次跟大家来预告的，今天是星期五，所以说呢，我们会在8点45分的时候请到玉山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来节目当中做客的不是 Henry，Henry 呢是回台湾去过年了，所以来的是我们口中经常大家听到说玉山还有另外一位大哥，当然也是他们的这个等于说是负责人。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 Jeffrey， 他要跟我们来聊一聊台湾的一些年俗，也要给大家带来新年的一些好礼，以及呢玉山进入到2020年之后会有哪一些的精彩的内容要跟大家来更新。所以说到时候大家一定要锁定好礼哦。而且今天据说呢份数很多，会有很多朋友在大年30这一天得到好礼，这也是一种幸运啊。对，希望这样一份惊喜也能送到你家的门口。好了，那我们来开始跟大家来分享国际新闻吧。首先呢，就继续还是要来关注，虽然已经到了年关，但是呢这个进展还是要来跟大家更新的，就是全中国的这个新型肺炎的确诊病例。对，我今天早上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是，截止到1月24日的0时，全国已经确诊的新型肺炎病例总共有644例，死亡人数是18例。是，而且出现了第一例湖北省之外的死亡的案例，而且呢，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也看到新闻当中在报道，其实这一次死亡的18个病例当中，就截至目前，最低年龄是54岁，对，年龄都就相对于比较偏高，而且呢，有很多其实是患有其他慢性疾病的。截至目前这是目前看到的一个讯息。除此之外，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在经历了昨天和应该说是前天和昨天，但当地还没有到今天24号，所以就是说在这2天他们经过了一个紧急的会议，所以正在考虑要不要进入到全世界的紧急状态。我在进节目之前，他们正在 set up table，然后呢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新闻的媒体的见面会，所以我现在暂时还没有看到结果，如果我看到了，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信息。那么除此之外呢，大家可能也在关注关于新西兰，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很多的国家已经开始做，比如说从武汉直航去到那个城市的或者是国家的飞机，要进行全面的筛查。那么截至目前呢，新西兰也在对此事进行考虑，但是起码到目前为止来看，并没有说要进行全面的在机场的筛查。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从武汉直航来到奥克兰的机场的航班。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现在湖北省的一些疫情比较严重的城市已经封城了，所以呢，新西兰官方是说可能要再看一看事态的发展，再决定说这边要不要做筛查。那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今天早上新西兰这边的媒体也采访到了一些本地的专家，问到了这样的一个疫情会不会让新西兰表示担心，或者是说认为政府现在暂时决定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在机场的检测，是不是一个明确的选择？那我今天早上听到专家的说法是什么呢？他是觉得机场的这个检测虽然是可以去避免一些传染，但是他觉得以这种方式去避免，其实收效是非常甚微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毒啊，在你的体内的潜伏期，甚至有的时候会长达14天。但按照目前的统计来看，平均也是7天。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在上飞机之前就感到了身体的不适，对，他可能也不会上飞机。是，所以你真的到了你下飞机再去检查他，那个能够当时检测到他正在不舒服的比例，其实是非常小的。对，他不一定当时就会有这个医学反应。对，所以说你等到1个星期之后，这个人就指不定，这个游客啊，就指不定在奥克兰的，或者是说在新西兰的哪一个城市了。而且他还强调一点是什么呢？就说现在北半球又是赶上冬天，所以其实也是流感爆发的一个季节。对，所以你也很难去辨认说它是普通的流感，还是说是病毒。对，因为他们初期的症状有很多是非常相似的。对，所以他说出于这些原因，你说政府做出这个决定，他也觉得可以理解。但是他就说，然后记者啊就会问到他说，那你现在对整个的这种疫情，你会不会表示担忧？那他的原话就是说，目前他是觉得还可以，并没有说特别觉得有多么的严重，但是他指的是新西兰哦，不是说中国。对，所以他说，如果在新西兰大家每个人都戴口罩或者是面具上街，他就觉得有点过了，不至于。但是他也说了，他说，但是你再过5天再问我，可能我会给你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对，因为这要看疫情的整个的发展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其实除了不断上升的这个数字带给我们的消息不是特别好之外啊，我们在这个整个疫情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了一些相对比较好的消息。比如说呢，在这个22号的时候，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个主任高福呢，他就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病毒和人类的关系就像猫和老鼠的游戏，说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啊，一开始它是由动物传给人的，但是在这个病毒转变和适应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发现，目前证据显示，这个儿童和年轻人对这个病毒是不容易中招的。这起码是一件好事啊。好了，还有一个真的是刚刚出来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是暂时不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事件。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是在日内瓦啊刚刚举行新闻发布会所公布的内容，还没说原因呢，因为真的就是刚刚。所以呢，首先第一就是暂时不宣布。那么一会儿我再查一查新闻，正好我们要进广告了啊。我们来听几则商家好介绍，回来之后我们也来看看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给出回应的。然后呢，我们当然也会跟大家来更新一下其他的国际的新闻的部分。所以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C 1号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 0941543368。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大家好，我是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鼠年大吉。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7点48分，那么继续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新西兰以及国际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还是跟刚才没说完的，赶紧跟大家来再做一下更新。就是呢，首先告诉大家，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世卫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正式宣布说，这一次武汉的新型冠状疫情为国际公共事件的紧急事件这件事情暂时先不宣布，但是呢要看事件的进一步的发展再做规定。所以呢，我们先如果要是真的进入到世界紧急状态的话呢，可能比如说像一些航班呐，或者是说呢，比如说像这种排查呀，可能就会受到更多世界上面的关注。毕竟现在又是春节，所以说可能过1个星期左右，很多朋友会开始出国的旅游，就是中国的游客。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起码这条消息出来，让大家恐慌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会稍微有所缓解。当然我们也说了，就像那个今天早上采访专家所说，这只是现在，对，那再过5天之后是什么样子，我们到时候再来看。好了，那这件事情也就跟大家来说到这儿了啊。那么春节将至，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无论是要回国过年的，还是要出国去玩的，一定要注意好，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我看到国内很多的这种贺岁片也开始纷纷下档，对，就说呢，当然了，往好了说呢，就是他们认为说不希望大家在春节这个时候，在疫情如此的严峻的一个情况之下出门，但换句话说，他也担心自己的票房。对，同时这种集体活动，我觉得很多集体活动可能在春节期间都会有调整或者有取消的这样一个状况。我看昨天还有一条新闻是说，北京的那种类似于像年会的那种像集市一样的对，也取消了，对，就是暂时就不会去进行了。但是目前来看，比如说像春晚，或者这种各个省份的晚会，目前还没有听到什么被取消。春晚唯一的消息是我们了解到，它有2个分会场，现在2个分会场都已经改成录制了。对，已经可能进入到这个录制完毕，到时候只是需要播放就可以了。但是主会场还是会如期而至。对，所以说这个呢，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啊。一会儿，尤其是在9点半左右过后，我们会跟大家稍微来聊一聊春晚，因为今天呢，Panda TV 37还有 FM 90.6会从新西兰时间的晚上8点钟就开始跟大家呢来直播春节晚会以及相关的一些精彩的内容了。那么当然我们也是作为新西兰唯一一个被指定的，而且是可以说是得到授权的转播方，所以说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锁定精彩的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啊，8点钟之前再跟大家呢分享2条其他国际方面的新闻。第一件事情是今天早上刚刚听到的，特斯拉最近真的是油很火。就这么说吧，我在奥克兰的街头越来越多的看到特斯拉的车，你有没有觉得？对，有。而且如果要是大家回中国，我身边的这个家人是跟我讲说，他说现在在中国路上的特斯拉更多，就大家越来越去能够接受这种电动的汽车了。而且要说到电动汽车，那特斯拉还算是大哥。对，所以说我们就看到最新的新闻是说，特斯拉的市值是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金，这也使得它呢成为了
应该说是继丰田之后的全世界第2大的汽车生产商了，超过了大家非常熟悉的 Volkswagen，中国应该叫大众。对。所以这条新闻出来之后呢，特斯拉应该是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很火，是因为每个人可能对于特斯拉它的这个喜欢的程度不一样吧。就是我了解过一些女性朋友，她们觉得这个车就是外形很时尚啊，然后它又很环保啊，所以可能会成为她选择的一个理由。但唯一可能挡住大家的是不是还是价格？对，特斯拉的这个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可能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达到大家能够就是平民老百姓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就是程度。我觉得像这种车性价比这件事情很难讲。如果对于比如说像那种特别觉得它已经不是一种车了，觉得它是一种时尚单品，或者是说它是一种高科技的产物了，他就会觉得那个性价比很高。但是像对于我们这种车就是个代步，至于它是个油的。或者是电的，或者它长什么样子，我都不是很在乎的人。它对我来说，就是第一反应就会觉得价格太高。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特斯拉的出现以及它整个品牌的推广，包括了这2年它的发展，现在中国新建了开设了一个新的厂房啊，现在也在考虑说要在德国去建厂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布局，使得特斯拉呢它的价值或者是在民众当中的一个，或者是在市场上当中的影响力，的确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特斯拉的股价呢，在周3前，这个上涨了6.25%，市值达到了1048亿美元。同时呢，这个公司的市值也突破了1000亿美元，这可以让这个马斯克解锁一项总额超过500亿美元的一个奖励方案。所以这个人还是真的挺厉害的。他另外一个 SpaceX 最近也是风风火火，一会儿要上月球，一会儿要上火星，还说呢到在不远的几年的时间当中就要送大家去外星去旅游，这不都是他的公司？是一个很有理想和很有梦想的人，我觉得。而且他也是真的挺天才的在这方面。所以呢，在这条新闻出来之后，我们看到连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发了 Twitter，也是对呢这个马斯克进行盛赞，甚至呢是把他比作跟爱迪生一样的天才人物，高度的赞誉。他在那个就直接就原文就是说，他说他是托马斯·爱迪生一般的人物，而且呢，他说他是作为我们美国的财产，要对他好好保护。他说这个，他就举例啊，他说就像爱迪生发明灯泡、什么车轮、什么或者是那个年代出现的那些东西。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能够延续至今。他说这个 SpaceX 的这个火箭，还有呢像他说这个特斯拉的这些电动的汽车，其实就是那个年代的灯泡的发明。所以就可想而知，这个马斯克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是多么珍贵的宝物，我们一定要对他好好保护。对，因为特朗普他是商业就是是属于在商场上、商战上非常看重在商业方面能做出贡献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对于这个事情也是比较重视，或者他可能更敏感。就像我那天跟大家讲说一些军事上面的，从年轻的时候就从军的，然后现在做到总司令的，做到国防部长的，做到什么就类似这一些官员的，他们在面对特朗普的时候，不就说嘛，那天就把他请到了会议室，给他开了一个很长的会，做了很多的 PPT，就试图让他去理解。但是特朗普就是不 care，他完全就是觉得是，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在这个领域了解的比较多吧，所以他会对这个领域更敏感、更关注。是，所以无论如何，祝贺特斯拉，但是 Volkswagen 现在压力也就大了，那你轻易的被人就取代了第2的位置，那也不是好受的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来关注。说到了车，快速的跟大家来说，就是最近呢，丰田和本田是因为安全气囊的缺陷，将会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呢召回部分的车辆。我身边有家人就是开的本田，他的车已经被召回，并且把气囊都修好了。我相信呢，如果您是这2个牌子的车的车主，一定已经收到了信了。如果你没收到，应该就您不在召回的范围之内。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去仔细看一看，然后呢该去换的赶紧去换，毕竟这是跟我们的生命安全相关的。对，他是说这个气囊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出现紧急事故的时候无法打开，是。这个就失去了它气囊的作用了嘛，对不对？非常危险。好了，时间关系7点57分了，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D 皇后街、Epson、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淘宝，电话0737788886。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非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market。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非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安吉勒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Scale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Scal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1。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8，2173888。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0年的1月24日，星期五，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侯磊。今天呢是腊月30，又称除夕，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除夕的意思呢是月穷岁尽，人们都要除旧布新，有旧岁至此而除，来年另换新岁的意思，是农历全年最后的一个晚上。故此期间的活动呢都要围绕着除旧布新、消灾祈福为好。这一天主要的传统民俗活动有祭祖、贴门神、放爆竹、给压岁钱、吃年夜饭、送财神等等。好的，说完了年俗呢，下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西兰新闻。盛夏终于要来了，这个周末新西兰或将迎来35度的高温。新西兰呢将迎来一个闷热的周末，部分地区的这个气温会高达35摄氏度以上。我
我们了解到的新西兰大气及水资源研究院呢说，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可能会成为今年夏天迄今为止最热的几天之一。一些地方的最高温度呢可以达到这个35度以上，大部分地区都在25度以上。今年夏天惠灵顿还没有达到25度，平均每年夏天首都有5天的温度会达到这一数字。自2000年以来呢，只有2个夏天的气温不超过25度。新西兰周围的高压系统将带来高温，气象预报机构 Weather Watch 称之为盛夏。这股高压系统呢，将使本周晚些时候、本周末直至下周的气温推高至正常水平以上。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警方突击北岛大麻温室，查获大麻4000余株。近日呢，在警方的一次行动当中，警方找到了5个种植大麻的玻璃温室，查获了4000多株的大麻。在警方开展的该地区近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毒行动当中呢，共有20余名警员参与了行动，对阿若塔普附近的一处物业进行了搜查。警方找到的玻璃温室当中，最大宽达60余米。同时呢，在这套乡村物业中，警方发现了4名年龄在20至45岁之间的男子，他们被指控种植大麻。警方高级探员说，这些大麻温室的种植操作先进且成熟，其中种植的大麻从幼苗到约2.5米高的成熟植株。毫无疑问，这些大麻将被运往整个新西兰。由于目前此案正在审理和调查当中，因此警方无法进一步发表评论。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新州酷热干燥大风，林火威胁再次升级。据澳大利亚星岛日报报道，新州呢在过去1周的雨水无法完全熄灭林火，乡区消防处警告，随着23日天气酷热大风，林火威胁再次升级。气象局也预测，新州南岸瑙拉23号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0度，悉尼市区呢也达到了42度。同时呢，这个乡区的消防处发言人也说，广泛地区的火灾危险为严重至十分高，也有地区呢是极端危险的。所有火场都有一些雨水，这些雨水呢大幅降低了火情，但23日一些火势可能会增强及蔓延。新州22日共有逾60处林火，西南部、远西部及西北部实施了全面禁火令，火灾危险评级为严重。一些地区呢被破坏性烈风吹袭，发布了严重的天气警告。希腊将迎来首位女性总统，议会高票支持，3月宣誓就职。希腊议会22日以高票通过新总统提名。此前呢，专攻环境法与宪法的资深法官卡特里娜·萨克拉罗普卢成为了希腊历史上第1位女性总统。这位准总统将于3月13日宣誓就职。据报道呢，议会议长塔苏拉斯也表示，63岁的这个总统呢，可以在议会当中拿到了很高的票数。以上整点新闻由双子移民留学赞助播出。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早上的8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呢，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首先，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那么今天呢，虽然看到奥克兰偶有阵雨的天气情况，但是呢，大家相信我，基本上能够看到雨点的这个几率，那也是非常低的。而且气温方面，今天相对来说会比较热，奥克兰最高将会达到26度，最低是17度。
北岛南部地区今天也全部都是晴好，但是偶有阵雨的天气情况，而且这个下雨的几率也会非常之低啊。气温方面，惠灵顿最高是22度。那我们再来看南岛。南岛的北部地区今天全部是晴好的天气，相对来说西海岸会凉快一点，最高温度基本上都是在20、21度，但东海岸气温就比较高了。Blenheim 今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9度。南岛南部地区今天也全部都是高温的天气，基督城还算是最凉快的，最高温度是24度。皇后镇今天的最高温度将会达到28度。Invercargill 虽然有阵雨，但今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那么到了明天呢，这一股的这个可以说是热浪啊，会持续，而且会持续整个小长假期。明天奥克兰的最高气温仍然是26度，但是部分地方将会达到历史性的35度，比如说 Masterton 就将达到32度，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防晒。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9。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 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094154336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86。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C 1号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点11分，我们还是进入到新西兰新闻的部分，所以说也是再一次呢跟大家呢先来拜年，因为今天呢刚好赶上了大年30，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代表节目组还有我们所有的电视台和电台的同仁，祝大家新春快乐，特别开心。那个虽然是代班主持这个节目，但是能够在大年30的时候，对，站好这班岗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我觉得是。所以说呢，我也想在这边大家都来参与参与嘛，大年30就说吉祥话，我们都来辞旧迎新，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来，我去年年底的时候曾经跟大家来做过一个总结，就说2019年，当时是说如果用一个字来总结，你想要说什么？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可以我们一起来说什么呢？就是你最想给自己、给家人、给朋友或者给这世界上所有人的祝福，你认为什么祝福是最值得去拥有的？在2020年或者说在鼠年来临的时候，我去想了一下，我大概会选择无灾无难，作为我认为最值得送给大家的祝福。我大概会选择心想事成。这有点太大了，对我来说，我觉得，对，心想事成好像是一个心想事成，无灾无难也可以用心想事成来说呀。对呀，就所有的都可以用心想事成，对吧？所以说欢迎大家，当然也不为过。就我们说嘛，所有的时候心想事成都是一个特别好的祝福。就只要你自己想到了什么，或者你想表达，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所以说您认为2020年或者在鼠年当中最应该得到的，或者最值得送出的一个祝福是什么？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不过时间关系，这一节呢回来我们先来跟大家更新一些新西兰方面的最新消息。不过还是要预告，在8点45分之后呢，我们的直播间就会充满了浓浓的年味，因为玉山呢要跟大家一起来送出新年的好礼了。对，还会充斥着很多美味。对，据说今天我们送出的礼品的数量会比往常都高哦。对，所以究竟是多少份，又有多少朋友可以获得呢？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就是呼朋引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而且你想想，在大年30的这一天能够中奖，这是多好的运气对啊！就像我大年30这一天能够坐在这儿一样的。好，我每天都坐在这儿，我每天都好运啊！好了，那我们会快速的进入到新西兰新闻的部分。虽然说呢年味儿很浓，但是也不能够把这些不好的新闻就略过不说。对，毕竟这个是新西兰现在真的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黑帮。跟大家来说分享一下这件事情虽然是发生在上周，但是在昨天我们才看到了细节出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被黑帮枪杀了的这一名女子。那么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她为什么会无辜的被黑帮枪杀了呢？说在上周的时候，奥克兰南区的一名母亲被枪杀了，而凶手的目标其实本来是她的儿子。那么家住奥克兰南区的这位今年57岁的女性呢，在上周3半夜的时候，她正在家里的客厅里面熟睡，这个时候响起了一阵敲门声。那么消息人士说呢，听到敲门声之后这位女性起身，听到外面有人说要找她的儿子，就告诉门外的人说儿子不在这儿，但是门外的人呢不依不饶，那他就去走过去把这个门给打开了，结果他被当场近距离枪杀。那么这件事情可以听得出来，其实呢对方找的是他的儿子，可是他呢是可以说是替儿子对非常无辜被杀害了。那么他的儿子为什么会被黑帮追杀呢？后来经过调查就发现说这个被枪杀前几天呢，其实这个屋子的周围就已经被喷了那种带有黑帮字样的一些涂药。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儿子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呢是加入到了不同的帮派组织当中去。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是他的儿子呢，在之前还曾经因为一些类似于像黑帮相关的犯罪而入狱了。就在几周前，他的儿子才刚刚释放出狱，可是他并没有当时跟他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而且呢，其实他的这位母亲也一直是一位类似于像有宗教信仰的，而且是非常热心的当地的社区的居民。所以跟他儿子呢，不能叫划清界限吧，但是他儿子所从事的或参与的太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他妈妈是完全不知道的，而且也是不支持的。是，可是谁能想到呢？就是还是因为自己的儿子
不幸的就遭到了枪击。当然，整起案件呢现在还在调查，枪手并没有找到，但是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来自于某个帮派。那么我们如果在看画面的朋友就可以看到，这是他家门口的那个类似于像小的 shed，上面呢就被喷了 Black Power。Black Power 也是新西兰这边比较著名的几大帮派之一，但是现在警方也不敢说当时出现枪击的就是来自于这个帮派，一切都需要调查。因为其实在他这个儿子被释放出狱之后呢，他就已经遭遇过一次枪击，所以呢受了重伤之后，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康复啊。那么我们了解到的消息也说到时候呢他也会受到一定的保护，然后去参加自己母亲的葬礼。是，可是问题就是呢，现在究竟为什么枪手会开枪也不知道，看到的又不是他的儿子，干嘛要跟他的母亲开枪呢？对，其实我觉得作为黑帮也是要有原则的，是不是？你说你打开门的时候，道义有道，对，说的你看到的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人，我觉得你就不应该去做这个事情，就我个人是这么认为。所以啊，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枪手也没有抓到。我们警方呢也是只是把所知道的消息先跟大家来分享，那么看到其他的问题呢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我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我昨天呢是晚上出去吃饭，然后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了绝对是帮派的，虽然说他们没有穿那个，就帮派他们经常会有那个衣服嘛，就一个背心儿皮的那个。不是那个，他们没有穿衣服，可能不是没有穿衣服，没有穿那一件背心儿，可能也是因为显现他们是帮派身份的服装。他们都穿着非常简单的那种 T 恤、shorts，就在街上。可是我看到的是什么？他们一人一台摩托车，大概有，我觉得估计来看，怎么样也不下于20辆，我估计在20到30辆之间。每个人骑摩托车的那种方式就不是正常的行为，就浑身散发着黑帮的气息。对，然后他们会把前轮抬起啊，然后这20-30辆就是呼啸而过。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啊，那个我是在 Pakuranga Road 上看到的，在 Pakuranga Road 不是有很多的红绿灯嘛，我就看到所有的车都在避让他们，所以整个红绿灯的那个距离前后都没有车，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前后都隔开了一个红绿灯的距离，谁知道这些人会做什么？对，所以大家也都在小心。但是我昨天亲眼所见啊，我是跟他反方向，所以说呢，我只是提醒大家，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帮派问题又是在新西兰如此的猖獗的一个状况之下，还是要多加小心。去到小镇。这个小长假期，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去小镇旅游。我那天也跟大家讲了，其实如果说新西兰奥克兰这边的，比如说帮派呀、毒品问题严重，那你是真的没有去过新西兰的小镇，那边才叫真的严重。所以说大家去到那里啊，也是尽量待在人多的地方，晚上不要独自出去。对，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及时的避让。尤其你又是一个生人的脸，是。你想小镇上大家基本上谁都认识，你忽然出现一个生人，如果你要再看起来可能会揣现金，那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事情啊。尽量不去招惹这样子的人。对，好了，这件事情我们也先说到这儿。如果要是有什么样的信息出来，比如说枪手被抓啦，或者原因被出来啦，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接着还有一点时间啊，这一节再把好不容易在年后看到了总理出来说话，赶紧把这条信息跟大家说了。这条新闻说的是跟选举相关的，是总理呢昨天做出了承诺，要给大家一个非常积极的选举。我们来看看事情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哲斯纳尔登呢是在昨天早上一场这个工党的招待会上做出了如下的宣布。首先呢，他的基调就是说2020年是大选年了，那么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当中如此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呢，他是承诺要给大家一个非常积极的有关事实的，但是又非常的 competitive， 就是非常竞争很激烈的一个选举。他说呢，工党会跟上届一样，着重在实事求是、公开透明这件事情上，不去做那些政治的游戏，也不会给大家呢看着脏眼睛的这种肮脏的背后动作。我们就是非常的公开透明的给大家展示我们能够未来给新西兰带来什么，然后大家呢再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自己眼中看到的、相信的事情，投出自己的选票。
就好了。这是大方向。那么具体的如何去做到这件事情呢？昨天呢，总理也做出了一个算是宣布，他是要开始使用一个叫做 Facebook 广告透明工具。说这个广告Facebook 推出的这个透明措施呢，能够使选举更加的公平，工党会自愿的采取这些措施，这意味着选民可以看到谁在网上付费了广告，花了多少钱，目标是谁。这些措施呢，也有助于避免匿名的假新闻式广告。是的，那现在大家就听到了，他要用的这个叫 Facebook 广告透明工具，英文呢叫 Facebook Ad Library Report。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多多少少有听到过所谓的这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其实它是在美国和英国开始做起来的，而且在这个2个国家当中，政坛上是被强制使用的。那么这个所谓的工具是干嘛用呢？主要它的作用就是说，首先作为看这个广告的人，你可以知道谁投了这个广告。就算是政治上面，比如说政党选举，我说工党 No.1， 我说工党第一，还说国家党第一，这也是一种广告嘛。所以在 Facebook 上，你也是要投钱去打广告的。Facebook 不会因为你是政党而去不收你的钱，所以一样的。所以说呢，他就说，哎，这也是作为广告。那么作为看广告的这个人，就会知道是谁投了广告。投了多少钱，以及呢，我们也知道，如果你用 Facebook 去投广告，你有一个所谓散播的人群，你的目标人群是多少？这个也能看到，比如说是几岁到多少岁的，是涵盖了全奥克兰还是全世界，这个都能够看到。而作为相反的，就是除了我们说作为看广告的人可以得到这些信息之外呢，那么去买广告的人，就比如说作为政党，他们也能够看到一些信息，包括了比如说看这个广告的真实的这些观众，他们的年龄范围、性别以及他们的位置等等等等，所以算是一个非常，这真的是一个公开比较透明的分享。那么除了这个，就我们刚才说的公开透明之外呢，这个工具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就是你一定要去登记，然后呢，核实了信息之后，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上面登类似的广告。换句话说呢，我们也知道，当时英国和美国的时候一直在说外国的势力在操纵啊，等等等等。那这些人如果想在 Facebook 上登广告，就不可以了。因为你详细资料都在上面曝光了。而且你也得不到所谓的这个授权了。所以这也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在避免所谓的这种外国的渗透。那么现在新西兰的意思，我们总理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现在虽然在很多的国家，包括了一些欧洲的，包括了美国、英国、加拿大啊等等等等一些国家，也包括了像什么新加坡、阿根廷等等，都是强制使用的。但是新西兰暂时没有。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其实绿党就已经宣布了，说他们在2020年的这个大选的整个计划当中都会使用这个工具。那工党或者说我们的总理就是在昨天宣布，开始要正式使用这样的工具来进行大选了。我们不是强迫的，我们是自愿的。我们是自愿的。那么现在意思就是说，优先党和国家党还没说哦，现在就是绿党和工党加入了。那无论如何，我是觉得啊，尤其是现在这种社交媒体作为一个非常主流的宣传的渠道，又是年轻人获取讯息的非常重要的渠道，它有这样的一个工具，你去用没有什么不好。而且怎么把它用好，怎么把它用的让人不反感，我觉得也很重要。所以说这个透明，我觉得是很应该的，只不过就是它的透明的意义和重要程度到底有多少，这个就另说。那么到底民众更重视的是说你有多公开，还是民众更加重视你到底能不能够实现你的诺言？我们来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特朗普，很多人其实是不喜欢特朗普的，但是你不得不去承认他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在选前说他会做的事，他在选后无论你谁反对，无论外界的声音是怎么样的，他真的会去做。就算是有很多的阻力，他不惜把那些人全裁掉，他也要做他选前承诺的这些事情。你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也可以说他就是说话算话，说话算话。另外也有人可能说他目中无人，他就想干嘛就干嘛。但是你想想，在这种选举的过程当中，选民选你上去，不就是希望你能做你承诺的事情吗？如果你要从这个角度去想，那特朗普其实做的是没有问题的。就算他做的可能外界看来是说他不讲道理，他耍流氓，对吧？他说话不经大脑，
但是当时选民选他上去的时候，不就是为了他说的这些政策上去的吗？我们不是美国人。这个是美国民众自己愿意选的，对，就算你觉得他的政策多离谱，但美国人如果认为他是好的，他就是好的，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那特朗普做的还很好呀。可是相反的，我们说这一届的工党，至于你透不透明、公不公开，还是不是民众最关注的。相反的，他所说的这些承诺，又在 Year of Delivery 的去年 我的嘴皮子都delivery 了多少？TV Build 有没有？解决儿童贫困问题解决了没有？无家可归的问题又解决了没有？现在公屋排队是不是比去年更多了？无论你的所谓的这个理由有多少，但是大家眼前看到的就是结果，就是没有解决，对吧？或者说你的承诺我没有看到，这是不是一个其实会影响到他大选结果更重要的部分呢？对，比你什么公开透明是不是来的要重要的多呢？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新的这种工具能在大选上帮到真正的这个忙，能让大家的大选更加公开透明。是，好了，不过时间关系到8点27了，我们得稍作休息。那说到了承诺，一会儿我们要来跟大家说说120亿的基金。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安吉拉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 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大家好，我是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鼠年大吉。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
好了，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了早上的8点30分，我又差点忘了要跟大家来说路况。我又刚才回来，马上要开始说新闻啊！感谢我们的提醒。好了，我们接着快速的还是来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个时间段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路况信息。跟早上7点半的时候相比呢，今天没有升一个色号，主要原因是今天7点半就很堵了，所以现在只是把刚才的那个色号呢又稍微延长了一点。现在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上。Google Map 上是显示说，在 East Market 到 Mount Wellington 这中间出现了一个事故，但是暂时来看造成的影响还可以，就是从 East Market 开始经过 Mount Wellington、Ellerslie、Greenland， 甚至快到 Cabot Pass Road 了，现在全线红色，交通拥堵，只是在极个别的上高速的路口，比如说 Mount Wellington 上高速的路口，还有 Ellerslie 上高速的路口呢，是稍微出现了一点点黑色大塞车。Greenland 上高速的路口也是出现了一段黑色大塞车，但是基本上高速公路上是红色交通拥堵的路段居多。那么过了 Greenland 之后呢，一路到 Cabot Pass Road 现在也都是黄色车多。过了 Cabot Pass Road 之后就恢复畅通了。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16号高速。16号高速西区往市中心的方向上呢，今天早上在 Lincoln Road 那附近出现的事故已经是清理干净了，所以现在呢前半段基本上的16号全部恢复了畅通。拥堵的路段是从 Rosebank 开始。Rosebank 经过 Greenouth Road、St. Luke's， 现在是一长段的红色交通拥堵，而且是在 Greenouth Road 上高速的路口这一长段出现了黑色大塞车。过了 St. Luke's 之后呢，断断续续的再往市中心，基本上就是黄色车多，没有再拥堵的情况了。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岸。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仍然是跟早上没有任何的区别。Albany Express Highway 一路堵到了过了 Eastman Road。一长段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到 Onima 也是黄色车多，过了 Onima 之后就恢复畅通的路况了。而且今天早上看市中心往北岸走的大桥上会有一点点黄色车多，现在看也差不多恢复了。只有刚上大桥的时候好像还有一点昨天我们跟那个机场的那位工作人员在热线的时候，他说今天好像机场有6万人到港。我记得他基本上每天都差不多然后我在想今天会不会去机场那条高速会特别堵。现在目前看起来还好，我估计这个时间的原因所以说无论如何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注意驾驶的安全。好，下面为大家播报一下今日的这个财经资讯。新西兰 NZX50 指数11901.11，上涨11.43，上证综指 SSEC 2976.53，下跌48.23，道琼斯工业指数29044.76，下跌141.51。今天的这个参考汇率，纽币对人民币4.58，纽币对澳币0.96，纽币对港币5.13，纽币对美元0.66，美元对人民币6.94。汇率实时变动，实际以交易价格为准。那么继续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新西兰方面其他的新闻。不过要让我再次预告一下，8点45分之后我们会进入到玉山休息站的部分。今天刚好赶上了大年30，肯定会给大家准备好吃的，好礼相送。所以一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Jeffrey 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台湾的年俗，也会聊一聊呢今天到底有什么样的适合年味儿的小吃小零食是值得去分享的。还有呢，也可以聊一聊关于2020年那玉山又有什么样的美好的远景的规划。一会儿我们再来说。这个时间让我快速的把这条新闻也跟大家来说完。昨天呢，我们的总理Jacinda Ardern除了宣布说要使用 Facebook 的这个工具之外，还宣布了另外一件事。这另外一件事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年前的时候，总理不是宣布了120亿的基础设施建设新用途嘛？可是那个时候只是说了120亿当中的4亿纽币会用来呢作为学校的建设，那其余的钱做什么呢？在昨天早上的这个就是宣布的这个120亿的基础设施建设当中表示，这120亿资金当中的另外一些
中的一部分，将会用于气候变化问题，尤其是这个碳化工程的问题，去碳化工程的问题。但是它没有具体说是120亿当中的多少钱，但是现在我们就看到了2部分了，其中有一部分是用于学校建设的，另外一部分不知道120亿当中的多少是专门用来气候变化问题的。这个气候变化问题既然用的是基础设施基金，那个气候变化专项拨款又用来干嘛了就不知道了啊。反正无论如何，这也是昨天宣布的。那么说到基础设施建设呢，也刚好就是在昨天，交通部长 Phil Twyford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又给大家做出了许诺。交通部长表示呢，到2030年的时候，奥克兰人一定能够从市中心直接搭轻轨去机场。那同时呢，他还承诺说，在10年之内，我们的孩子生活和工作在这座城市当中啊，不一定需要开车，而且这绝对不是一个科幻小说。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可以不开车，还是说我们可以坐飞机？没说啊，不需要开车，是，所以说不一定需要开车啊，就是你可以选择。对，就交通，可能到时候的交通基础设施很多，除了开车之外，你的选择会很多。比如说包括轻轨，对吧？是，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刚好我们也知道，是不是这周啊就。周初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德国发布的排名，说这个适合家庭居住的城市排名，奥克兰呢是在154个城市当中排在了94位。对，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为什么排这么低？第一个就是住房太贵，第二个就是生活成本。那昨天呢 ，Phil Twyford 也拿着这个报告就跟大家来说了，他说这就是现在新西兰，尤其是奥克兰的状况，人们在住房和交通上。每年的开销太大了，一个家庭，根据他的给的一个数据，一个家庭需要1万纽币的可支配收入，每一年，每一年，他是说用在住房和交通，而且他也说了，他说随着这个经济的增长或者是各个成本的提高，这个在住房和我们说交通上花费的钱就会更多，对，所以他就说作为政府。所以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就是住房问题，一个就是交通问题。以前他既是住房部长，又是交通部长，这2个问题都要他来抓。可是现在呢，已经卸了一个担子了，现在就剩交通了。所以他就说，那我能做的就是要确保这个交通能够让大家成本降低，并且呢是减少拥堵的时间，这也是促进经济的一个好办法。对，所以他说，那怎么减少拥堵呢？首先就是我们要花更长的时间。去规划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他也给了一些具体的规划的信息，我们来看看啊未来的展望。他表示呢，说这个市区的铁路环线2024年之前就将启用，而一条从市中心前往机场的轻轨线路100%会在2030年之前完成。他还说呢，这条轻轨会大约有2年的时间作为规划、筹款和购买土地，再花上几年的时间建设。而且呢，他还说这些事情当然不是在1天之内就能完成的，但是既然计划已经提上了，我们就会来做这些规划。我把这个话放在这儿啊，大家愿意录的可以录下来。他的原话可是说的，2030年100%，我们会看到一条从奥克兰市中心到机场的轻轨。这句话说的特有信心，我觉得。对，他说我们接下来会用2年的时间来规划、筹款和购买土地，接着再花几年的时间就能够建好了。所以我们到2030年的时候是一定能够看到这一条轻轨的。对，我们看这个图片上感觉非常期待哈，让人非常期待，又可以看美景，然后又可以达到这个快速便捷的一种乘坐方式。所以但是我们是希望它真的会出现嘛，所以大家把这个话先都记好了啊，录的该录的录，我们的节目是可以看回放的，到时候到了2030年，我们把那个回放给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看到时候有没有。但是不要忘了哦，当时2017年的时候，工党执政之前，做出的承诺是什么？是也就是说他们执政的10年内，等于说2017年执政嘛，就是2027年之前，他们要建成一条轻轨，而且当时的承诺还是说这个轻轨会经过 Dominion Road，现在已经延长到2030年了，就是时间又往后延了3年。那当时他有没有说100%这件事情呢？对不对？所以现在反正我们是又听到了一个100%，希望他的这一次的100%这个承诺能够兑现。对，我们共同期待。我估计30年大家还是都可以看得到的，对吧？所以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吧，到时候会不会有轻轨的出现？那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谁投钱？那 Phil Goff 呢是透露说现在还不是一个准确的
或者是说已经确定了的这个计划，但是目前来看，可能是会由新西兰的养老基金和加拿大的一家公司来进行合作出资。那么作为所谓的这个回报，那么这两个，一个是养老基金的公司，一个是加拿大的这个公司，会拥有50年的经营权。那换句话说呢，用用 Phil Clifford 的原话就是说，那未来大家每一次做轻轨，其实也是在未来你自己的退休生活做贡献。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养老基金，一方面是我们政府会去拨款，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他们会做很多的投资，对，然后再来回报，使得这个养老基金的池子越来越大，让我们的养老金发放可以越来越多。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哎，你看他投了我们自己新西兰的基建，那我们在承他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变相的在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去做投资。所以这么说听着倒是还挺好的，对。但是前提是一切顺利，我们就能够看到。对，记住我们这是大年30的时候给的承诺，对，给的承诺，我们到时候再来验证。好了，时间关系啊，已经到了8点41分了。那么关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就说到这儿，还有大概2-3分钟，我快速的也把这件事情跟大家来说了吧，就是关于这个电子烟。这个电子烟啊，说起来已经讲了很久，对。说过很多次这个话题，对，但为什么这一次又把它拿出来说了呢？是因为最近呢，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 ASH， 就是独立禁烟倡导组织，就是一直在可以说是在后边支持2025年无烟新西兰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它出来说了一个研究或者是调查的报告。报告出来什么呢？就说前段时间不是有很多新闻在报，说这个电子烟成为了年轻人的一种流行，导致呢很多年轻人不抽烟的都开始抽电子烟了，甚至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个担忧，说一些类似于说名校的学生都开始抽电子烟，所以大家就认为说新西兰政府这边在推崇电子烟，从而让大家戒烟的这个方式是不对的。对，所以 ASH 昨天呢出来的这个统计的调查报告是什么呢？就是告诉大家，的确虽然有很多的学生尝试过电子烟，但不代表说他们真的开始吸了，只是他们就是觉得挺流行的，我试一试。所以他们的这个报告就发现说，在3万名10年级的学生当中，的确有40%是尝试过电子烟，但真正会每天使用的其实只有3%。所以这个呢，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不用因为说好像现在年轻人都吸电子烟了，就决定说不去推崇电子烟来代替香烟的这个方法。而且这个 ASH 同时也表示了，他说现在呢各方的证明都可以证实，用电子烟的确能够帮助大家来戒烟。虽然说它的危害到底就是有多少啊，一直在争议，或者说它是不是真的比香烟的那个危害就小得多，这个声音太多了，所以不好讲说到底怎么回事儿。但是他说能够证实的就是的确能够帮助大家来戒烟，所以他认为各个机关也好，各个机构也好，包括政府也好，还是应该在新西兰去推崇的，鼓励他们就是更多的接受电子烟，而不是去吸烟。对，就是让那些吸烟的、想要戒烟的，通过电子烟逐渐的去戒烟。而且他们甚至在说，前段时间不就是因为说学生吸电子烟多嘛，这样的一个现象，导致呢很多人都在说要把那个电子烟各种的口味全部取消了，只剩下无色无味的。就让那些真的戒烟很困难的人选择更少，就不要让那些什么这个口味这种流行的因素存在去吸引年轻人。然后现在呢，就是 Ash 也出来说，他说这样不对，我们应该更鼓励这些吸烟的人，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他们转到电子烟。你包括了这种口味很多呀，包括了价格上面呐等等各个方面，所以你不应该去让它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或者没有吸引力，这样你只能导致说你无烟新西兰的目标达不成。所以这是一个最新出来的调查的结果。但是无论如何，还是那句话，电子烟有没有危害这件事情谁也不知道。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到底能够是不是危害到年轻人，或者是吸引他们去吸烟，也不是一次的调查结果就能够知道的。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去观察，对不对？好了，时间关系已经到8点45分了，我们再稍作休息一下，来听几则商家好介绍，回来进入玉山休息站。你好 ，Lisa, come look！ 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09-272-3516。新西兰百伦移民留学23年老字号，100%免中介费申请留学，专业办理各类签证、移民申请。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Princess Road Greenland。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0941544368。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01，3778801。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66，096230366。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点48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 Panda TV 37和 FM 90.6正在为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们进入到玉山休息站，有吃有喝还有礼品送的环节。对，我们先来非常欢迎一下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 Jeffrey。欢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大家哈。然后我是这个玉山食品的 Marketing Manager， 然后这是第一次上节目，但是大家虽然您是第一次坐在这儿，但大家早就知道你，因为无论是我还是 Henry， 在讲节目的时候会经常提到你的名字。比如说 Henry 每次回台湾，就会讲到你有多么的逼他，你要从早上安排到晚上，那个行程有多满。是，因为我们玉山的话其实我是负责的单位是负责在这个 marketing 嘛，然后也是在台湾的一些新货的采购，包括说我们公司的这个团购，还有网购，还有现在我们以后未来要做的一些购物车，还有这个另外一个成立的一个部门是奶茶的一个品牌的部门，这个部门的话，大部分整个的
规划策划的话，应该都是由我这边来处理。您一个人忙得过来吗？所以我请了助理。好，那么今天呢 ，Jeffrey 来到节目当中，首先呢，当然会有好礼相送，我们眼前的所有的东西一会儿都会送出去。但我们在讲它之前，今天因为是大年30，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这个 Jeffrey 是对台湾的一些传统文化、传统的食品都是非常了解，也是非常爱的，对吧？所以我们跟大家来稍微介绍介绍。那在台湾，比如说过大年30、过春节，都会有哪些传统的食品要吃呢？首先要报告的话，就是说我这之前的话，先跟大家拜个年，因为今天刚好是除夕，对呀，所以我也非常荣幸，第一天就来上这个节目，刚好是除夕，对，然后我们台湾的过年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以闽南文为多，所以每到了这个除夕的时候，大概除夕前3天，我就会非常忙。因为年菜都是我在准备，对，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话就是每个家庭的话，我们至少都要准备大概要10道菜，10道菜，10道大菜，对，所以这10道大菜是要干嘛呢？从初一要让你吃到初5的。那是不是大年30晚上就开始吃？对，从除夕的话这一天就开始吃，对，然后这当中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在以主食上来讲的话，我们台湾当然最有名还是佛跳墙最有名。佛跳墙作为主食，有没有听错？对，然后其他的话，都会取谐音的一些吉利菜，对，像我们这些长年菜，长年菜就是我们说的一些常年菜是什么呢？就是芥菜。芥菜就是芥菜。对，所以以前的话，我们台湾的这些，因为都是属于农村社会，所以他们的一些主食的一些的食材，大部分都是以农村当季出产的一些东西，然后去做。对。但是一定会有，比如说有鱼啊，有海鲜，佛跳墙就什么都有了，石头也是。然后像我们一定要有鱼、有肉、有鸡、有鸭之类的，这些也都要。这基本上都一定要的。对，所以其他的话，小吃呢？就比如说小吃上的话，可能下次的话我会带过来。它有一个现在就是我们台湾叫做春枣。春枣，对，它其实感觉起来是不是枣类？其实它不是，它就是一个饼干类的东西，一个炸的饼干类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是要跟对，这个东西的话，它其实它是取那个闽南话的谐音过来的。而且它吃起来的话，其实它就是很像这个，很像甜的这个起司棒。那一种啊。对，就是很难想象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然后它的颜色，它有分为红色，也有分为就是这个米黄色。这两种为什么要取得红色跟米黄色呢？因为台湾的宗教大部分都是以道教为主。所以道教的话，在年30的时候的话，我们必须就是要拜祖先。对不对？要拜祖先。那拜祖先还要拜这个拜神的当中呢，神明当中的话，这一个春枣是为了要取谐音，然后为了要讨好神明。原来是这个原因。是这样子，对。好神奇。是。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小吃之外，我估计说好了，下次会带来好，OK，给我们看看，没问题。我们要尝一尝。那除此之外，今天带来的这个雪之恋水滴型蛋卷，是不是也算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像过年的小吃？对，这个的话，其实蛋卷上来讲的话，像雪之恋的这个产品。当初他们在设立的时候，是在刚好第一个过节，刚好是遇到的就是过年。所以在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我们自己公司的话，本身有团购。那团购当中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在我们团购商品也是秒杀商品。我看起来就很好吃，也是秒杀商品，而且长得又很好看。对，这是我当初那时候是这一批又再过来的。因为第一批的时候，做秒杀的时候，团购的时候，很快就卖完了。而且那时候团购了将近差不多120份，就没了。2-3下就没了。那这一次还有没有？这一次的话，我们在这个过年前的话，其实我们还有留几份啊。那过年后之后的话，因为现在台湾大概现在都在
放假，所以至少要等到他们工厂收假之后的话，我们才会去取这个 order。那当初他们的设定上就是在过年的这一段时间的话要做销售的。它的颜值很高的。如果要是大家这样，因为离近看不到嘛，我跟大家来形容，它很像一个玫瑰花瓣。对，玫瑰花骨朵，对吧？对。然后呢，其实看起来很像，就是大家很愿意吃的那个 butter， 就是你知道那种饼干，就是 butter 的饼干，看起来很扎实。对。但其实它不是，它是蛋卷的那种脆。是的。但是它做成这个样子。对，这个我们大家都吃过，我自己都吃过了哈。当初那时候我吃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在之前。这个雪士店的董事长他跟我讲说：“哎，张总，你吃吃看，这个是我们新研发的蛋卷，而且我花了3台机器，为了就是要做这个蛋卷。”哦，能看到了，这个我们导播好厉害，给了个近景给大家看。而且这个蛋卷来讲的时候的话，真的是跌破了眼镜。我那时候其实我概念上是觉得说，蛋卷应该就是长长的，对呀，对不对？所以看到这个蛋卷的时候，而且看起来就觉得，哎，他做的这个形状看起来很扎实，很扎实。他说，就是因为要做到这个感觉的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到8点57分了，这里面有个故事。就为了做成这个玫瑰花的形状，为了让它看起来更好看、更好吃，这个雪之恋也是花了重金下了血本。那到底是花了多少钱？怎么样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雪之恋水滴型的蛋卷？我们等到呢广告以及整点新闻回来之后再来跟大家说。而且呢，在节目当中一会儿我会送出5份蛋卷给大家，还有玉山在2020年的一些新规划，有很多东西我估计是大家期待了已久的，比如说购物车，很有可能在明年我们就会看到大家足不出户去购买玉山的商品了。一会儿再来告诉大家，稍作休息。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想要旧貌换新颜 ，Recine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cine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cine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石围仙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Princess Road Rainman。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1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86。大家好，我是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鼠年大吉。
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0年1月24日星期五，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侯磊。今天呢是腊月30，又称除夕，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除夕的意思是月穷岁尽，人们都要除旧布新，有旧岁至此而除，来年另换新岁的意思，是农历全年最后的一个晚上。故此期间的活动呢，都围绕着除旧布新、消灾祈福为好。这一天呢，主要的传统民俗活动有祭祖、贴门神、放爆竹、给压岁钱、吃年夜饭、送财神等等。好的，说完了年俗呢，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西兰新闻。盛夏终于来了，这个周末新西兰或将迎来35度的高温。那么新西兰呢，将迎来一个闷热的周末，部分地区的气温或高达35摄氏度以上。新西兰大气及水资源研究院说，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可能是今年夏天迄今为止最热的几天之一，一些地方的最高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大部分地区都会在25度以上。今年夏天呢，惠灵顿还没有达到25度，平均每年夏天首都会有5天的温度达到这一数字，但自2000年以来呢，只有2个夏天的气温不超过25度。新西兰周围的高压系统将带来高温，气象这个预报机构 Weather Watch 也称之为盛夏。这股高压系统呢，将使本周晚些时候、本周末直至下周的气温推高至正常水平以上。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警方突击北岛大麻温室，查获大麻4000余株。近期呢，在警方的一次行动当中，警方找到了5个种植大麻的玻璃温室，查获了4000多株大麻。在警方开展的该地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毒行动当中，共有20余名警员参与行动，对阿拉塔普附近的一处物业进行了搜查。警方找到的这个玻璃温室当中，最大的宽达60余米。同时呢，在这套乡村物业中，警方发现4名年龄在20至45岁之间的男子，他们被指控种植大麻。警方高级探员说，这些大麻温室的种植操作先进且成熟，其中呢，种植的大麻从幼苗到约2.5米高的成熟株植。毫无疑问，这些大麻呢将被运往整个新西兰。由于目前呢此案正在审理和调查当中，因此警方无法进一步发表评论。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新州酷热干燥大风，林火威胁再次升级。据澳大利亚星岛日报报道，新州过去1周的雨水无法完全熄灭林火。乡区消防处警告，随着23日的天气酷热大风，林火威胁再次升级。气象局也预测，新州南岸瑙拉23日的最高气温达到40度，悉尼市区也有40度。乡区消防处发言人称，广泛地区的火灾危险为严重至十分高，也有地区呢是极端危险。所有火场都有一些雨水，但这些雨水呢虽然大幅降低了火情，可23日一些火势可能会增强及蔓延。新州22日共有逾60处林火，西南部、远西部及西北部实施全面禁火令，火灾危险评级为严重。一些地区呢被破坏性烈风吹袭，发布了严重的天气警告。希腊将迎来首位女性总统，议会的高票支持3月宣誓就职。希腊议会呢22日以高票通过新总统提名。此前呢，专攻环境法与宪法的资深法官卡特里娜·萨克拉罗普卢成为了希腊史上第1位女性总统。这位准总统呢将于3月13日宣誓就职。好的，以上呢就是由侯磊编辑播报的整点新闻。那么我们也知道呢，今天到了我们这个大年30，我们Panda TV 37以及我们的新中传媒也会给大家带来春晚的直播，稍后告诉大家。以上整点新闻由春丝面条赞助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益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 09-272-3516。早上的9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可能现在大家走在路上呢，是稍微感觉到了一点点阵雨，但是放心，这个雨啊，马上就会被明媚的阳光所取代。今天北岛大部分范围之内都会是晴好的天气。气温方面，奥克兰最高26度，最低17度。北岛南部地区呢，今天也会偶有阵雨，但真的是非常的偶然的会看到阵雨，绝大部分地方仍然会是晴好的天气。惠灵顿今天最高是22度，最低15度。再来看南岛。南岛的北部地区呢，今天全部都是晴好的天气，西海岸和东海岸的温差相对来说会比较大。西海岸今天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20度、21度，但是东海岸，比如说像 Bramham， 今天的最高温度就将达到29度。再来看南岛南部。南岛南部地区今天也全部都是晴好的天气，温度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高。皇后镇今天的最高温度达到28度，最低16度。Invercargill 虽然有阵雨，但是最高温度达到了30度。我们再来看明天，整个小长假期呢，新西兰全境基本上都会是晴好的天气，而且气温会出现飙升，很多的地方的最高温度将会突破30度。奥克兰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19度。惠灵顿16到24。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01，377-8801。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88。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
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9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朝闻天下》玉山休息站的环节。就在刚刚呢休息的那一个空档，以及侯磊在报整点新闻的时候，我和 Jeffrey 已经吃了2块了，所以在这边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边大概长这个样子。它很像很多花瓣，又像心形，对，你觉不觉得？然后拼在一起。所以呢，我现在就要做一件很大胆的事情，因为刚才 Jeffrey 也说它的那个脆度呢是很难想象的，就不会觉得它这么脆，所以我决定咬一口给大家听一听。虽然我吃起来应该不好看，所以大家可以不用看的。没关系，这个环节大家调大声音就行。我咬一下啊，给大家稍微试一下。能听到吗？我在旁边是可以听到。我在旁边也听到，是吧？是。它真的就是大家吃的那个细的蛋卷是一样的，它只不过做成了这样的形状。我觉得这个零食特别适合去表白。表白哦，对，首先它名字很浪漫，就是每个人可能在购买一个东西的时候，他的关注点不一样嘛。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他去表白特别好。春节的礼物也不错啊，是呀，是的。而且它里边其实是分4层，所以每一层上面大概有5个左右的样子所以大哥第一次吃到的时候也很惊艳，对不对？对，非常惊艳，因为它其实已经颠覆大家传统对蛋卷的概念。对，所以我当初在试这个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当下我就觉得说啊，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的要进来我们这边新西兰这边，好香，很香，对，就是真的是就是你的嘴里面会充满了那个蛋卷鸡蛋的味道，对，而且这一次 Jeffrey 拿来的是那个芝麻味的，所以它是芝麻和鸡蛋混合在一起的那个香气，是的，你吃了一块之后，你的口腔当中会很长时间都有那个香气，对对对，所以这一个的话，在我们自己的群里面来讲的话，因为我是我们那个群的群主所以这个也是群主严选的急推，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过年的话，或是说以后的送礼上来讲的话，我们通常都会以后都会主推这个产品，而且他们做的真的是有够细心。对，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在打开的时候，它上面会封了一层这样的塑料膜，当然是为了保质它的这个酥脆的程度。那一般这种塑料膜，如果你用手去把它弄开的话，很容易就会碰到这个蛋酥，而且它太脆了，所以你稍微一碰它就会碎。所以它再怎么样呢？它就在上面配了一个这种小刀，这个小刀不是让你去切那个蛋酥的，因为它太脆了，它不用切，它是让你划开整个的这个塑料膜。对对对，这很细心。对，所以他们其实雪狮店来讲的话，非常的用心，它每一样的商品，所以他在这个我当初看到这个小刀子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董事长也跟我讲，他说他怕说有时候没有这个刀子的话，去硬压它的时候，硬拆它的时候的话，会把这个蛋卷的话，就是这个水滴蛋卷的话，会把它压碎。它这样子会破坏它的口感。你心里的 OS 是不是说真咸？对不对？我心理上觉得，我是没有心理上这样讲，我是直接跟他讲。我直接跟他说，陈董，你好像有点咸哦。那刚才我们就在上一节当中也提到，就说为了把这个蛋卷做成这个形状，对，雪之恋花了重金哦。对。因为水滴型蛋卷的话，它其实比其他的形状的蛋卷上来讲还要难制作。而且就是说，在制作这个过程的这个水滴型蛋卷，它光这个机器，他们就重金的花了将近差不多纽币，大概差不多100万一台，去为了就要做这个蛋卷，所以他一买就买了3台。为了达到这个就是外形的心形的这个外形，所以再拿起来给大家看。首先它形状很漂亮，再一个如果大家能够
看清的朋友仔细点看，你看它上面有多少芝麻，所以它才香。是，对，就是我感受不到它的香，因为我至今为止还没有品尝，我一会儿一定会第一时间尝到。但它的外形就特别吸引我，因为我觉得一般只有首饰和很多高端的东西会做成这个造型，就我觉得一个零食能有这样的外形，颜值也是拼了。而且其实它这样的造型起来看起来其实真的蛮讨好的，对。而且它是几个嘛，不是5个，然后拼在一起，就小的这一面像心形的那个底下的尖对在一起，感觉送礼啊，或者是说比如说你今天过春节招待大家，你摆出去都会很好看。对，而且它本身是一个小桶装的，所以这小桶就算你把里边的全部吃完了，这个也可以以后装糖果。我刚才跟我说可以让我儿子去要糖，万圣节的时候去要糖。对，所以一会儿啊，我们本来今天呢 Jeffrey 是带来了5盒，但是被我吃了1盒，所以一会儿呢我们要4盒，是吧？一会儿送给大家啊，一会儿我们在抽奖的时候，大家可以来踊跃参与一下。没关系，等一下我会再回公司，再请公司的同事再送1盒过来。哦，就还是要送5盒就对了。对，坚持就是要送5盒。好，就送5盒。一会儿我们就抽出5位幸运的听众观众给大家啊。还有一点点时间，也快速的想让另外旁边站在那里很久了，在那里站岗的饮品，没有跟大家来得及说。这个素仙这个饮料的话，当初这个Henry 来上节目的时候，大概有提了一下。有稍微说。我今天重点再讲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素仙的饮料的话，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我们这个过年的话，年夜饭大家都会大鱼大肉。那大鱼大肉来讲的话，其实喝素仙这个饮料来讲的话，其实是对我们的肠道。在清理我们肠道来讲的话，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就吃完了之后不会心里那么愧疚，是吧？对，比较不会造成负担啦。所以它里面是真的全部都是 fiber 的东西做的。它最重要就是说，它得到的是世界的一个这个专利，就是这个小麦这个水溶性纤维。其实这个技术上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的。而且我们自己本身，我在家里面，我跟我太太。饮料大部分除了优喜的乳酸饮料，要不然就是这一支，对，所以这一次的话，其实在这个年夜饭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是主推这样的一个商品。那这个商品的话，其实很多人的话，他们对这个素仙的话，他觉得说，这种比较属于健康的一些饮料来讲的话，会不会不好喝？不会，我试过。就我这么爱喝甜的，我喝红酒都是只喝甜的人，我告诉大家它很好喝。其实它的口感是真的蛮柔和的，对，蛮柔和的。所以我最重点的一个就是说，在肠道来讲的话，以我自己本身的专业上来讲，我觉得说，其实肠子来讲的话，是我们人的第2个大脑，是我们人的第2个大脑，所以肠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肠子的话的环境不好的话，不健康，对，就会造成的一些慢性的疾病，对，像包括现在最有名的就是大肠的一些大肠癌，就是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就是要做体内的环保，最重要就是将你的肠子里面一定要好好的去做。我们是变成了那个就是卫生健康节目，是吧？是的。忽然间怎么样转型了啊？不过说到这儿，的确是，就是现在大家尤其是饮食变得越来越好了，吃的东西也不像以前那么局限了，所以大家吃的越好，其实对于肠子的负担反而会更大。在这个时候，你就要对它多加的关爱，帮助它来减轻一些负担。什么能够减轻呢？当然就是这种素鲜的饮品。是的，素鲜说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它可能会有瘦身的效果，然后它只是对肠胃好，快速先瘦了。对。所以说在这个我们说过年这期间，如果担心自己大鱼大肉对自己的身体以及体重造成很多负担的，可以试试这个素鲜啊。不过时间关系，已经到了9点20分了。今天早上非常感谢 Jeffrey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借此呢代表玉山也给大家拜个年。好，今天的话高老师没时间了好，那我就代表大家代表我们玉山跟大家的话拜个素。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69，2652969。石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立东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market。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66，096230366。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鼠年大吉。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9点23分，我们要开始抽奖了。抽奖的时候，你都变得和平时的这个播新闻的状态截然不一样了哈。就是吃完了那个好吃的之后，心情好了，飞跃啊！所以呢，今天早上刚才 Jeffrey 跟大家说了，我们会有5盒的雪之恋水滴型蛋卷，它一会儿会再送来一个。三个热线现在全爆满，一会儿会立刻就全满了，你们就接不完的。所以我们会抽出5位幸运的听众观众，一人1盒雪之恋的这个蛋卷，而且我们桌上呢摆了3瓶的素鲜的饮料，所以这样啊，我会抽第1个、第3个和第5个幸运的听众观众会得到1盒雪之恋的蛋卷以及1瓶素鲜的饮料，大家可以回去尝一尝。如果要是第2个和第4名，那我们就只是送1盒蛋卷，好不好？好，这个规矩说清楚了啊。所以大家呢，现在可以拿出您手中的热线，赶紧拨打0992939006。没有，就是比如说您听到是占线的朋友，那是一定的，现在爆满了，但是没关系，我们的这个电话呢是随时会切断，然后再送新的一批朋友上来，这样加大它的流动性，我们就可以呢抽到更多的幸运的听众观众啊。好了，那话不多说，我们要抽5个呢，给您权，你随便按哪个都可以。第一个是可以送双份是吧？对啊，那我们就选第1个朋友。早上好，早上好，
喂，你好。早上好，非常幸运的第一位呀，我们的大年30送出的第一份礼物。对，可以获得一盒我们这个蛋卷，可以获得我们一瓶这个纤维速鲜饮料。好的，那我们好 lucky 哦。非常的 lucky。来，我们要稍微留一下您的信息，好不好？请问您贵姓？可以。我姓许。许女士，好的。你的电话后4位。后面4位是不是？对对。8618。激动到忘记自己的后4位。恭喜您，新年一定会有非常好的运气，好不好？我们一会儿会集体跟大家说怎么来领取，好吗？好，谢谢，拜拜，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第2位，多领来你抽吧。第二位，我们要不就还是双份吧？第2位是那个第2位是单份啊，那我们就按照顺序来抽好了。都可以。来，就看不到是谁。你好，早上好。你好，新年好。哎，新年好！您是第2位中奖的朋友，所以有一盒雪之恋的水滴型蛋卷送给您。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啊，就话不多说，快速留下您的信息。请问您贵姓？谢谢，姓朱。朱女士，好的，您的电话后4位给我一下。0903。0903，新年快乐喽！谢谢您。快乐，谢谢，恭喜，拜拜。好，第3位，第3位，按照顺序啊。你就按照顺序抽了啊，可以，随便都可以啊，要吗？那我们就按照顺序吧，这样公平一点，好吧？好，3、1、2、3，走。啊，没走上，1、2、3，走啊，走。早上好。早上好。哈，恭喜您，您是第3位幸运的听众和观众啊！这样子，您获得的，哎呀，掉线了，这个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对，我的手在这里。这样子，公平起见哦，这第3位呢，我们还给这位幸运的听众观众留着，我听得出来他的声音。我们第3就接下来抽第4份，一会儿呢，我们到下一节的这个节目当中，请这一位第3位刚刚打上来已经跟我们通话的朋友再打上来一次，我们来再留您的信息，对，好不好？来，我们来抽第4号。我们来抽，这样吧，我们老是按照顺序没意思，我们再来选一下1吧。这个人也是没有原则。我喜欢挑战，好吧？要不按照顺序啊？好，来1、2，走。早上好。我听得出来他的声音。喂。你好，早上好。你好，早上好。哎，您是第4位幸运的听众观众啊，是获得一盒有雪之恋水滴型这样的一个蛋卷，所以我们还是要留一下您的信息。请问您贵姓？免贵姓吴。吴女士，好的，都是打热线的，我们都是女孩子，可能女孩子的手气比较旺。对，来，您电话后4位。8262。8262。好了，恭喜您吴女士，新年快乐。好，谢谢，新年快乐。好，拜拜。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是5，对吗？对，要抽就送2份的。对啊，这个任务好重大呀。你没有抽过4啊？没有抽过4吗？啊，好，那抽一下4好了。1、2、3，走。早上好。早上好。啊，听到一个男士的声音。是。好了，最后一个啊 ，Lucky Last，送一盒雪之恋水滴型蛋卷和一瓶速鲜饮料给您。请问您贵姓？谢谢。姓赵。赵先生，是不是要回去给老婆孩子吃？有孩子吗？是啊，因为过年了。好的，好。来，您的这个电话后4位。1083。1083，对吧？再次恭喜这位对老婆非常有爱的男士。好了，恭喜赵先生，谢谢。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拜拜。好。今天早上的5份送出去了，那么呢，我们5份就这样送完了。但是不要担心，我们下周还会有机会。送礼的环节好激动啊！虽然第一次参加，但是我坐在这儿特别激动，是不是有滚得很汹涌？就看着这个热线在不停的闪，然后听着大家就是兴奋的声音。好了，我们今天的礼品送完了，我们还捞到了1盒，所以一会儿广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吃了。今天恭喜啊，再次恭喜5位幸运的听众观众，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电台这边来领取，地址大家记一下：194号 Marua Road Mount Wellington。194号 Marua Road Mount Wellington， 查不到的话，大家上网一搜就搜到我们了。希望大家今天5点钟之前过来领取哦，要不然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要回去过年了。对，所以5点钟之前把您的奖品领走，这样子呢就祝福大家新春快乐了。稍作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0941543368。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是故乡吗？还是远方？在不曾抵达的风景里，百年一瞬，终与您重逢。由平安旅程携手盘打 TV37隆重推出的旅游类专题栏目《平安伴你去旅游》，带你上天入地，下海观山，了解旅游的方方面面。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半，盘打 TV37 FM 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定。530号 Princess Road Greenland。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好啦，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点33分了。刚才是侯磊第一次送礼物啊，有没有感觉？一直激动到现在，就是每一次觉得送礼，而且我也说真的，我也是第一次一下子送5份。5份啊，之前好像是3份，2、3份、哦、差不多的样子，一下送5份哦，送的我自己都有一点点懵懵的。刚才呢还有啊，要呼吁一下，刚才第3位，刚才我跟您说你是第3位中奖的朋友，欢迎您可以再次打电话上来，我们来接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位听众。我记得您的声音。因为刚才是线断了嘛，所以说我没有记下来他的信息啊。这位朋友您好 ，Hello， 不是您，我确定。好了，那非常感谢啊。打通了吗？打通了，但是我们奖品已经送完了。哦，下次吧，因为我刚看到群里面在发，没关系，我送给你一个新年的祝福，祝你新年快乐啊，身体健康。好，谢谢，好，拜拜。我再接听一次试试看看是不是这位听众啊。早上好。早上好，小夏，是您啦，是您。刚才没有记下您的信息。是的，刚好断了哈。对呀，没关系，不过我记得您的声音呢，所以好。太好了，谢谢你，小夏。没事，请问您贵姓？姓翁。翁是吧？翁女士。好的。女士，
翁女士，您的电话后4位。8354。8354。好的，恭喜您。祝健康平安，新春快乐。好的，谢谢，新春快乐，新春快乐，拜拜，顺利，拜拜，拜拜。好，你是这个听声辨人的本领特别厉害，就是听一下声音。其实我并没有发现，但是我很清楚的能记得那个声音，所以我就一听我就知道啊，肯定是了。是，所以这样我们就顺利的完成了。所以大家今天啊，所有中奖的朋友，今天5点钟之前来我们台里来领取就好了。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接着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新闻的内容。那既然要过年了，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次在全新西兰唯一一家电视电台并机给大家，并且是授权直播春节晚会的 Panda TV 37和 FM 90.6。那么这一次的春晚到底有哪一些值得期待的内容呢？其实每年的春晚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啊，就是截止到昨天我们了解到的中央电视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202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呢，已经是第5次的彩排顺利举行了。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春晚呢，还有一个根据我们最近疫情的这个情况啊，有一个相应的改动，就是在我们的2个分会场，一个应该是在河南，还有另外一个我忘记了，就是2个这个分会场是进行了一个录制的播出。河南和这个应该是粤港澳大湾区2个分会场，对，一个是河南郑州，是这2个分会场呢是进行了录制的形式，然后呢，我们这个北京总台的这个现场的春晚还是直播的形式，是。那么这一次呢，春晚也是在全球接近600家的媒体平台上同时的去播出，其中当然这600号当中就有我们对Panda TV 37和 FM 90.6。那么因为啊，我其实来到新西兰这边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一直都没有这个幸运可以回到中国去过年，所以其实也是很久没有感受过中国的那种年味了。虽然说在新西兰这边啊，这个年味儿越来越足，但好像跟中国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啊。对，尤其是春晚这个，我们加上时差，再加上呢很少能赶得到周末，所以我都是断断续续的，可能偶尔看到过1、2个节目，所以对这个春晚有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今年这个遗憾你是可以补上了，因为今年正好赶上小长假嘛，而且我们会3次，第一次是直播，后2次是重播，也就是说3次的时间都会让大家有不同的选择。是，那今年春晚有没有什么亮点呢？我们导播现在放上了一个节目单，节目单比较长啊，我就不说了。然后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其实春晚一般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就是有哪些歌，然后第2个呢就是它有什么语言类节目，还有哪些明星啊？对，我们了解到的语言类节目呢，今年比较多，在这个比重上占得很重啊，让观众觉得就是这些说到的事儿啊，说到的一些人啊，就在我们的身边，浓缩了我们大众的这个生活。是，而且它会融入到很多一些现在流行的网络热词啊。一些社会的现象啊，包括一些重要的事情会融入到这个语言类节目当中。而且你看哦，它的这个我是感觉到它的语言类的那个节目，很多的，比如说它虽然说小品啊或者是相声，但是表演的人并不是说就是全部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小品明星，对，反而是很多的像演员，对，演员甚至歌手。是，就是我还挺激动的，因为我以前做娱乐节目嘛，就是我对娱乐可能比较敏感，所以我看了这一次的春晚之后，我就觉得哇塞，好多明星啊，而且也很不一样哦。对，就是去年非常火的几个明星，比如说李现呀、易烊千玺呀、肖战啊，然后还有我们知道的什么谢娜呀，就比较火热的这些明星嘛，今年都上春晚了。哇塞！而且在我印象当中还停留在你知道春晚是那种。就是歌舞升平，然后全部都是在唱歌跳舞，红灯笼、黄色的这个颜色明亮的气氛当中结束的。但我看了一下，好像今年每一个表演基本上好像都是明星带队，对，然后去带，比如说你是小品还是歌舞方面的表演哦。因为其实最近几年，就是我每次看完春晚之后，也会看一些热搜啊什么的，大家对这个春晚的评价都不是特别高，是因为我看了一份调查，说现在在这个观看春晚的人群当中，90后的年轻人已经占了60%。对对，就以前春晚可能是老年人爱看，但其实现在春晚呢，大家都是更多年轻人爱看。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发现看春晚其实还有一个
最主要的点，就是一边就是网络来聊这个春晚，然后一边看春晚，这个是一个乐趣点。所以大家就在网上，比如说像微博啊、微信留言等等，然后去再看啊。对，大家就是这个主持人用的是什么色号的口红啊？那个明星穿的这个衣服是什么品牌？就很喜欢关注这样的事情。哦，怪不得是。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就是而且我就发现这一个年代，比如说像90后的年轻人，他们还蛮有趣的。你会发现，就我们经常说80后这一代。然后有很多东西会排斥，就觉得是以前的就不够时尚，对，不够年轻。但90后反而就把这些所有的习惯都 pick up 了。什么保温杯的是90后，对，什么拿那个喝啤酒就枸杞的是90后，是，对吧？看春晚的同样也是90后。就90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主流人群吧，所以对于90后来说，包括对于现在更多，包括老年人，因为他接触网络的机会越来越多了，所以他其实希望通过就是我在春晚上看到的东西，跟我平时在网络上接触到的东西是有一个关联的。他觉得这样子的春晚看起来有趣，因为这个事件我可能平时就了解过，我觉得春晚再把它一放大，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我记得以前我们看春晚的时候都说，谁要是能够上春晚，那就也证明了说你在娱乐圈也好，或者在所有的观众人们心中的一个地位。对。但现在你就发现说呢，它不仅仅是代表地位，它真的代表流量。就很多的那种我们做的流量明星也会登上春晚的。就平民化，就因为现在春晚它也会有，比如说平时选秀节目选出来的一些节目，它也会在这个春晚上播出，就让人们觉得更加真实，更加接地气。是，这个听起来不错。所以今年的春晚，如果无论你是哪个年龄段的，还真的是可以对呀，去关注都可以找到你自己喜欢的这个明星。还有宋丹丹，今年据说是最后一年上春晚，所以大家也非常的期待。对，你说到宋丹丹，我昨天还看到一个网上的文章，那个文章就说他们去采访宋丹丹，他就说哎呀，你这个也是这么久了，你也算是春晚的怎么说呢？元老了，对吧？而且他说面对着这么多的新人，而且你每一年不停的要更新，是不是压力也很大？他自己也在说，他说哎呀，真的，他说尤其是语言类的节目。因为它太难了，就以前那个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就大家获取这种娱乐的新闻或者信息的渠道太少，所以好像你会带一个，比如说热词，对，或者是说你会带动一个文化的现象。可是现在就是因为太多、太广，所以你去带很难，反而是你能不能跟得上，比其他的，比如说在网络上的一个流行。对，所以他说现在语言类的节目真的是很难做。就是说白了，如果你能让观众或者让看节目的人，真的因为你这个点而感到激动也好、开心也好、难过也好，真的太不容易了。的确是，现在就是很难到那个点了。你让大家去。痛哭流涕也很难，是你让大家去真的哈哈大笑，估计也就更难。对，而且我估计今年的春晚呢，又加上现在中国又疫情如此的严峻，所以大家可能对他的这个期待值会更高。对，因为都只能待在家里看春晚了。对，还有就是因为我觉得华人朋友对待春节，他有一种就是心理的力量，就觉得春晚结束了，大年30结束了，我们跨入到大年初一，对，那就所有的不好的事情。就过去了，就让它结束了。所以他对春晚有一个跟着你一起过渡的心情，是，尤其是在今年这样的一个关键和特殊的时期，我觉得可能这个力量会更强一点。是，那其实春晚除了这个节目之外，在今年它的这个怎么说科技感上也加入了很多新的。昨天我说错了一个，我说是8K 全高清播出，最后更正了一下，它是采用了4K 的全高清播出，也就是说你在家看到的这个效果会更逼真，但是前提是你得有4K 的电视，对，但是高清的倒是也可以了，4K 就是全高清的嘛，所以说大家可以看。我估计呢里边会有很多新的科技啊等等的加入，而且它融入了当下就是中国特别流行的这个中国美学元素你看到的布景啊，包括一些装饰品，可能会让你感觉美学方面的元素更多。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从春晚当中获得一份欣慰也好，获得一份快乐也好，大家都可以快快乐乐的过春节。那么我们也是再次强调一下播出的时间，我们Panda TV 37和 FM 90.6，等于说是电视和电台是同步播出的。
首播的直播时间就是从今天晚上8点钟，新西兰的时间哦，8点钟开始直播。首先带给大家的是一年又一年的特别栏目，然后紧接着就是春晚了，一直直播到明天早上。然后接着是在周六的12点钟，中午的12点钟来进行重播。另外一个是在周日的晚上，6点钟开始为大家进行重播。对。所以大家呢，无论如何啊，一定是可以估计看得全的。是，也希望大家看着春晚能获得一份好的心情哈。是，好了，时间关系，到了9点45分了，我们得稍作休息，稍后回来。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D 皇后街、Epson、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这里是新西兰，传说中的长白云之乡，神秘的中土世界，更是当仁不让的人间天堂。这里妥妥成为了旅游达人的打卡圣地，因为天生丽质那是不用说了，后天的努力保护更是不能少啊！面对严峻的生态考验，我们一起在行动。新西兰环保部联手 Panda TV 37，共同打造自然生态探秘节目《绿野新踪之 Doc 自然说》，带您深入森林，探索海洋，寻访珍奇，遇见更精彩的新西兰。还等什么？准备好行囊，和我们一起出发喽！周3早上9点半，熊猫电视台 TV 37和 FM 90.6以及网络频道同步播出，敬请关注。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时间已经很快来到了猪年的最后一期节目的最后10分钟。我们说的是按照中国这个传统的农历来算哈。对呀，等我们下次再跟大家直播的时候，就已经到鼠年了。是。唉，
时间如梭，是不是该说类似于这样的感叹？就刚才我怎么觉得我刚说完2020年开麦第一次，然后接下来我们下周再开麦的时候就说是鼠年开麦第一次。对，因为不同的就是怎么说一种计算方式吧。对，好了，那么既然说到了这个春晚，刚刚也跟大家呢再次强调了我们播出的时间，那么最后这10分钟呢，跟大家来说一说，也是现在啊就年轻人当中特别流行的一件事情，干嘛呢？就是来讨论回家过年压力有多大。你知道现在年轻人不在父母身边，无论是不同的城市或者是不同国家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一方面也想出去闯一闯，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是不想听到声音越来越小，对吧？所以说呢，就来跟大家讲一讲这年轻人现在在网络上大吐槽的，说回家这个过年压力到底有多大？问题，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了解过啊，就是有很多中国的这个年轻人都在网上发表了他回家之后他不愿意面对的一些事情，不愿意听到的一些话。那同时呢，在韩国，我们看到这条消息是说呢，多数的韩国人希望独自过春节，而且呢，过年他们非常讨厌听到一些话，比如说啊，我来举个例子，有一些人呢讨厌说别人问他你攒钱了吗？年薪拿了多少？你是不是最近有点胖或者有点瘦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会问，哎，你怎么没把女朋友带回来啊？或者问你，我其实这些我都还好，因为我不是回家过年。其实像我们这种居住在海外的，你回到真的是回去，你无论是不是过年，这些问题都会问，但只不过就是不是你父母问，因为现在比如说像我们自己的父母，一方面是也不敢问。对吧？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都是自己的孩子，也不是很在乎了，就只希望你健康快乐。对，所以说反而问的是身边的这些七大姑八大姨，你反而就不想去见他们。那我其实对我来说啊，我看到这些可能相对来说还好一点，胖了瘦了，什么男朋友女朋友这种还可以。我最讨厌听到的是你今后的规划是什么？我一听到这个问题，我就想说，你是要让我做一个报告吗？我的人生未来的5年计划，以及我人生未来10年，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难理。而且我觉得这个话题啊，就是你想一下，你该怎么回答？如果你说我今后的计划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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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列举，他会觉得他也不会想听，对他，而且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就是一个年轻人，口气也太大了。或者是说，我是在想，就问这个问题的人就在问说，哎，你今后的规划是什么？是真的想知道？还是只是就是抛了个问题？如果我真的坐在那儿跟你聊，说我想做一个好的主持人，我想以后怎么，他会真的很感兴趣的。我觉得男女可能在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想要得到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可能对于很多七大姑父、七大姨父，他们可能是想确实听到你的一些规划，因为他可能男性他本来对这样的规划数字他就敏感，但是对于女性来说，他可能就随口一说吧。或者他可能希望你听到的规划是哪一年结婚。哪一年要孩子，这也算是规划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我是我听到这个问题，我就想说，我到底是应该认真回答，还是就随便过去，然后迎接下一个问题就好了。所以这个就是你看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年轻人现在都有这种困扰，一方面呢就是又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家人的身边去过年，但另外一方面呢，面对这种问题就觉得本来在工作场所压力就很大了，你回家就是想放松，没想到呢压力更大。但是从中国人的传统概念里，他会觉得如果我不跟你讨论这些问题，显得我不够关心你。什么？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问过就是身边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啊，他会觉得那你说我还能跟你聊什么呀？也是对，我就是想知道这些情况，以证实我特别关心你，给你一些建议呀，对吧？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愿意从口头的形式上给你一些帮助。倒也是哦，你这么一说也是。你说就算是我们现在跟很久没有见的朋友，比如说回去同学聚会，你可能也会问他，哎，你最近在做什么？你2胎要了吗？这么说倒是也有道理哦。就是问的人也不一定说真的就是很无聊，他也有可能是真的，要不然聊什么？对，这倒也有道理。不过无论如何，这是一种社会的现象。除了我们就说不想听到的问题，我还看到了一个就是年轻人觉得很烦的事情，或者是觉得压力很大的，就是父母觉得你脏。
就很多父母就是说，哎呀，你看我们家你没回来的时候，我们多干净，就觉得年轻人又勒他，对吧？然后又不干净。说到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觉得我妈妈就有点那种轻微就每个人的洁癖其实它的方向是不一样。我妈的这个洁癖是沙发不能有褶皱就是我每次带我儿子回国的时候，因为小朋友他喜欢在沙发上跳，然后我就看到我妈站在那个地方，随时准备好，我儿子这样当当当当当跳过去，他就铺平一次，然后当当当当当跳过来，他又铺平一次，然后我都觉得我在旁边坐着，我到最后的时候我都不去坐那个沙发，就是我觉得好有压力，我都坐凳子。是，所以说都是就是这种小的细节，每个人都有。我就看到嘛，就排行说其中第2项的就是说觉得这个压力大，就父母总觉得你怎么就比如说女生有很多头发掉在卫生间，妈妈就会就是捡干净，就类似于这种，让你有一种呢本来想回家放松，结果不是放松的感觉。不过无论如何啊，过年还是一个团圆的季节，还是一个喜庆的氛围。所以说无论呢您是已经回国了，或者是说呢准备今天乘搭飞机回国的朋友，都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享受这份团聚的氛围。就算有这些比如说自己感觉压力很大的问题，或者是说呢父母会嫌弃我们，但想一想，这还是我们很幸运的有这份嫌弃。等到父母真的离开了，可能你想要这份嫌弃都没有了。所以说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珍惜身边这种美好的生活。如果不回家过年的朋友，我相信大家也都会3、5好友，或者是带着父母家人一起聚在这里，共同的来享受这个新年的氛围。那么这一次呢又非常的幸运，刚好赶上了小长假期，所以说周6、周日、周一我们全都放假，真的可以欢欢乐乐的过个大年了对，好开心啊！一想到又可以看春晚，又可以吃大餐，然后还可以聊聊春节的那些事儿，还挺期待的。就是尽量不要去问人家明年的规划，或者是你未来的梦想。你可以这样，如果有人问你的规划是什么，你可以告诉他，我的规划和你的规划一样雄伟，或者是那你呢？就是对，反问一下，把问题抛给他。对，好了，那么最后还剩下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我们也是再次代表朝闻天下的节目组，以及呢 Panda TV 37。FM 90.6，还有我们的报纸以及杂志的所有的 NZC Media 的员工们还有我们的老板，祝福大家通过我们的平台祝福大家春节快乐。那么当然是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在新的一年里边无病无灾，然后呢心想事成。如果是做生意的朋友，可以财源滚进，财源滚滚，财源广进财源对吧？然后学生们呢也都可以取得好成绩，学业有成，可以考得自己呢比较理想的学校。那最后当然还是祝愿这个疫情能够早日过去。对，然后呢，大家如果无论去到哪里的，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小长假期呢开门出行的，也要注意驾驶的安全。说到最后，我们俩像那个。你知道好啰嗦有点烦。对，还有我再啰嗦一句，也希望大家在明年2020年的时候可以继续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说它这一点是不是很重要？是，那我们就鼠年再见了，祝大家新春快乐，新年快乐，拜拜。